莽南下，大奉将亡，要么插上北莽军旗，打开城门，要么屠城。人在，人在。杀！谁敢？镇北侯，胡牙氏不知镇北侯在此，这就带兵离开，请您恕罪。不必了。你自尽。自尽？我刚带兵来此，还为啥一兵一卒，罪不至死呀？聒噪！要么自尽，要么立足。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50州，请君暂上凌天阁。若个书生万户侯。万户你个头啊！天下无敌的镇北侯都消失3年了，北莽眼瞅着就要打过来了，倒不如学个手艺，好在乱世谋个营生。不要学那个废物，扫地都能睡着，一无是处。叔叔，你真的在睡觉吗？不，在等。等什么？龙吟之声。吁！快走！夫人，放肆！放肆！你称呼什么？称呼什么？你是我明媒正娶。称呼什么？大小姐，记住，你在周家卑贱如狗。若非当年周家有难，要靠你带的1000两黄金渡过难关，我就算是养只臭虫，也不会养你。踏踏实实在周家做狗，就还有周家的剩饭可吃，否则你就去个野狗抢屎吃。3年了，我丢下家中主公，到这里忍屈受辱，整整3年。这样的屈辱，我还要忍到几时？九霄真龙无需蝼蚁庇护，这下等人呢，不想丢人就得认命。他以为入赘了周家就能得到周家的庇护，痴心妄想。龙儿，无需再忍。特使西瑶随琅琊王恭迎世子回府。恭迎世子回府。爷爷，琅琊王是什么？琅琊王，大奉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琅琊王，竟是琅琊王的世子。我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快走，快走！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难道北莽入侵，皇帝急召龙儿，时间已到。你现在立刻返回帝都，接受琅琊王之位。小龙吟，终于到了。父亲，这是龙儿，
你本身就是琅琊王世子，又因屡胜北马被封为镇北侯。现在朝廷之上有很多大臣和北莽奸细勾结，如果你现在继承王位的话，定会引来无数个明枪暗箭。你走吧。就算要走，我隐居南城便好，为何要入赘这周家？糊涂！你只有入赘周家，才能磨灭你的傲骨。待时机成熟，九霄龙吟，我定会接你回帝都。到那时，你恢复镇北侯之尊，继承琅琊王之位。到那时，潜龙出渊，翻云覆雨。去吧，孩儿。明白。隐忍3年，潜龙出渊。今日起，过去所受的屈辱，一一清算。诸位都是南城顶级权贵，庆雪召集来此，是为了联合诸位恭迎琅琊王世子。琅琊王世子，琅琊王权倾朝野，他家世子跟皇子比也不太分好，他竟回来小小南城，不错。而且世子明日就要在南城举行龙腾大典，登顶琅琊王位，我周家便接到了承办龙腾大典的任务。龙腾大典，世子登位，这按理来说，承办龙腾大典者必会获得琅琊令。恭喜周家，好福气啊！琅琊令，那可是琅琊王直属世家的身份象征。周家若得此令，岂不是能即刻飞升顶级世家，南省称尊？恭喜周家，南省称尊有望。若得琅琊令，南省称尊有何难？只是不知道这琅琊王特使大人何时会到。小姐，不好了！琅琊王特使已到，但是被秦化龙那个废物拦在了门外。什么？秦化龙，你找死！父亲，我想过几日再返回帝都。走之前，有些事还需要了结。我知道这3年你在州府吃了不少的苦。今日我让西瑶已经放出消息，是明日举办龙腾大典，恭贺你继承琅琊王之位，让他们周家知道你在周家是他们之幸，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振龙归位。父亲，龙儿，准备好，明天让大家知道你的荣光。是。周清雪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若你懂得珍惜，周家会跟你一起鸡犬升天；但若你执迷不悟，滚开！特使大人恕罪，请稍歇片刻。别喊了，他们不会回来的。秦化龙，你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，周清雪！你若敢再动手，再敢又如何？周家上下纵容杨辉。周家上下挫骨扬灰，挫骨扬灰，哈哈哈哈！好大的口气啊！七雪，王翦少爷，家养的狗若是不懂得尊卑，就该乱棍打死。你若是下不去手，我帮你。还敢笑？你真想找死？秦化龙，王权少爷可是北莽贵族，你敢在他面前放肆？立刻下跪道歉，免得如同蝼蚁一般被他踩死。他，嘿，秦化龙，你一事无成也就罢了，还敢如此狂妄！立刻给我跪下！周清雪，你知道你要为第一巴掌付出多大代价？秦化龙，我倒想看看，你一个靠周家恩赐才能活着的废物，能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
你可知周家现在由我王权家扶持，入主南城，明日更有琅琊王世子赐下的琅琊令，登尊南省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说让周家付出代价？不错，你和我家小姐相比，一个是天上月，一个是脚下泥。你是个赘婿，不下跪感恩拜谢也就罢了，还敢出言威胁？跪下，像以前一样，匍匐在我面前俯首称臣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好一个天上月，好一个脚下泥！周清雪，你想入住南城，想称尊南省，白日做梦！齐化龙，周沁雪，明日就是龙腾大典，我让你好好看看，我怎样让你付出代价，更会让你好好看清楚，周家粉身碎骨。嘿，你齐化龙，他怎么敢？天雪，明日便是龙腾大典，你拿到了琅琊令之后，就飞升为顶级世家。到那个时候，这种底层的蝼蚁不必放在心上。不错，像他这样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根本就不配让我在乎。三载赘婿，含羞忍辱，请入渊，锥心刺骨。九霄龙吟惊天变，风云际会，震苍穹。今日我必拿回失去的一切。周沁雪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谁才是天上月，谁才是脚下泥。还是仔细了解，这多亏你另在。从来没有见过世子。是老样。是啊。说恭喜啊，这件事情的，你这是包着大人赢了。王权少爷，那不是南省首富林云清吗？他可是南省财师的顶点，没想到也来了。他那点财力，在琅琊王世子面前又算什么？到时候你拿到了琅琊令，周家成为了琅琊王府的直属家族，那个时候他只能在你面前俯首称臣。哼。对。哎，这是王权少爷，好久不见呀！周小姐，恭喜，今日龙腾大典，世子登琅琊王位，周家升顶级世家，可谓是双喜临门呐！谢刘首富吉言，周家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不敢，等大典开始，世子现身，周家便可得到琅琊令。有了琅琊令，周家便可成为顶级世家。到那时，只有我请您关照的份儿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一定。这是蒸龙骨，以骨为号，昭告天下。王权少爷，你懂得真多。不过这升龙骨现在敲响是什么意思？为了参加这龙腾大典啊，我专门打听过，这个升龙骨一共有好几通。这一通骨万民聚，二通骨特使制，三通骨世子登基，真龙归位。这一通鼓响啊，咱们这些人就该聚于此，朝拜世子殿下。真期待啊！不知道世子会是怎样的真龙之子。这都一通鼓了，秦化龙那个废物连个影子都没看到，还妄想让我家小姐付出代价。那个废物也就只能逞逞口舌之强，维护他那可怜的自尊心罢了。琅琊王世子殿下到！容文软教。
停！恭迎琅琊王世子。周庆雪，恭迎琅琊王世子。周庆雪，该抬头看看天了。世子，臣女周庆雪，恭迎琅琊王世子。周庆雪，该抬头看看天了。世子殿下是在叫我？怎么，称呼错了？没有没有，庆雪只是有些受宠若惊，没想到世子殿下竟会知道我的名字。只是知道你的名字，便让你受宠若惊。你我之间可不止如此。世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世子和倩小姐有什么过往？这自古英雄爱美人，周小姐贵为南城第一美人，这要我说，世子殿下是想娶她为妾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世子要是与周家结了亲，这纵横大凤又何尝不可能？庆雪愚笨，不明世子话中意思，还请世子明示。愚笨？看到这个，你也该明白，这是婚书，我和秦化龙的婚书。这是婚书，婚书？琅琊王世子竟然给了周小姐一份婚书？这世子要是真的想纳周小姐为妻，根本用不着婚书。这婚书可是给正室用的。而且我听说这琅琊王世子至今还未婚配，说不定是想娶周小姐为正妃。到时候啊，可就是全城震动了。世子殿下，这是我与秦化龙的婚书。周小姐与秦化龙的婚书怎么会在琅琊王世子的手上？难道世子是秦化龙？庆雪明白了，世子殿下是介意庆雪有婚姻在身。我与秦化龙这份婚书，世子殿下不必再亲，那个下贱的废物根本就不配娶我为妻。这份婚书乃是3年前我周家有难，庆雪不得已与秦化龙那个废物所签，我对他根本没有半点感情。这3年来，我每次见到他都忍不住直犯恶心。这么说，倒是他高攀了你啊？当然，世子殿下，这南城谁不知道？他秦化龙就是我周家养的一条狗，若不是我周家圈养着他，像他这种垃圾，说不定早就饿死在街头。像他这种攀附在我周家身上的蛆虫，根本就配不上我这样的天之娇女。庆雪仰慕的一直都是世子殿下这般行掌天下权、醉卧美人膝的真龙人物。好，好啊！好一个吸附在周家的蛆虫，好一个真龙人物。周千雪，若是我没猜错的，秦化龙在你周家3年，3年间，他从未让你洗过一次衣物，从未让你做过一顿饭菜。府中的一切大小事务，皆是他一人承担。这些，难道你从未看在眼里？庆雪当然有看在眼中，更记在心里。只是这些，不都是他这个废物应该做的吗？不然我周家为什么要养他？他做这些都是他的荣幸。若是他能如世子殿下一般，又何须靠做这种仆人做的事来讨我欢心？世子殿下只要站在那里，庆雪便会心甘情愿为世子殿下付出一切。不过世子今日这番话点醒了我，秦化龙这个废物，我早就该与他一刀两断，怎能让他成为我与世子间的阻碍？既然今日大家都在此，那我便在此宣布，从即日起，我周庆雪休夫。周庆雪，你这夫修得好啊！周庆雪，要好好看清楚我是谁。秦化龙，秦化龙。
怎么刚修完夫便不认识我了？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是这高高在上的琅琊王世子？哦，对了，周庆雪，你修夫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，你修的是你仰头难望的九天真龙？在你撕毁掉婚书的时候，你又曾想，你撕掉的是你梦寐以求的无上荣光？你在轿前狂拍马屁，你心喜攀高枝的时候，你又想没想过，那个高枝会是我这个被你的周家精剑击辱3年的赘婿？没想到周小姐抛弃的赘婿，竟然是琅琊王世子。这泼天的富贵，竟然被周家自己给丢了。秦化龙，你当真是不知死活，竟敢在龙腾大典上冒充世子！可笑啊，秦化龙，你这只小小的蛆虫，竟然也敢冒充九天真龙！虫，难道不是吗？诸位，大家想想，琅琊王世子是何等的尊贵呢？他怎么可能自甘下贱，做周家的赘婿？又怎么可能忍妻受辱3年都不表露真实身份呢？秦化龙，你以为你穿成这样，我就会多看你一眼？蛆虫就是蛆虫，再怎么打扮也只会令人作呕。不错，你在我眼中与蛆虫无异，令人作呕。放肆！你出言不逊，以下犯上，这一巴掌打你目无尊卑。周，你扰乱大典，冒充世子，这一巴掌打你不知死活。这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彻底打断你我之间的夫妻之情。秦化龙，你不想活了？你可知要为这一巴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凭你也配让我付出代价？让你付出代价还不用我出手？你可知今时今日沁雪是何等身份？周家来参加龙腾大典，便会得到琅琊王府的赏识，更会获得琅琊令。从此，周家便是代表整个琅琊王府。而你这一巴掌打的不只是沁雪的脸，而是整个琅琊王府的脸。秦化龙，你装腔作势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刚才是你说要拿棒子打折我儿的腿吗？是又如何？你算什么？你敢打他？你知道他这……你……哎呀！哎呀！垃圾！哎呀！无业无诛，连他都不知道，还参加什么大典？二通谷特使制，二通谷已经停了，难道他是琅琊王特使？秦化龙，你胆大包天！我看你这颗狗头是不想要了吧？诸位，刚才我得到消息，特使大人乃是女性，而且现在还在总督府，没有出发呢。这个糟老头子和这个秦化龙是一伙的，都是冒牌货。老头，你冒充特使大人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过我是琅琊王特使啊？
不承认，害怕了。不认账，晚了。我刚才已经叫人去通报总督大人，他就在来的路上。到时候看你们俩怎么死。总督大人，好算个什么东西？大胆！总督大人乃是南省权势的顶点，南省上下几百万人的生命都握在他手上，捏死你，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那我就坐这儿看一看，他有什么本事把我给捏死。这次琅琊王与世子来此办龙腾大典，真是让我小小南省蓬荜生辉呀！这颗夜明珠是下官的一点小小心意，很希望特使大人在王爷和世子面前替小人美言两句。不必了，只要这次龙腾大典能顺利完成，王爷和世子那里自然有你一功。报告，总督大人，有人冒充琅琊王世子与特使，扰乱龙腾大典。什么？琅琊王已经前去龙腾大典，如此大胆！快备马前去处置。遵命。老头，做得挺稳啊，哼，真不怕死吗？演得还挺像，也不知道秦化龙这条野狗是从哪里把你找出来的。什么？平日里就这么称呼我儿子为野狗？当然不是，大多时候他在我面前连狗都不如，是供我随意捏死的蝼蚁，任意踩踏的蛆虫。混蛋！现在还敢打我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都得挨打。放肆！沁雪今天代表的是琅琊王府。我就是琅琊王。好啊！你们两个狗东西，一个冒充世子殿下，一个冒充琅琊王，你们真不怕死是吧？来人，给我干他！何人在此溜马？巡抚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小姐，我来是奉琅琊王特使和总督之命，先一步为你送来这琅琊令。周小姐，有了这琅琊令，周家从此便是琅琊王附属家族，日后青云直上，还请多多提携。张大人放心，送令之情，沁雪铭记。这琅琊令一接，周家便是傍上这琅琊王府，化枪为龙了。今日之后，我南省上百世家都要以周家为尊了。刚才你们可费叫的欢快。你们知道我手上的琅琊令代表着什么吗？我手上的琅琊令代表着是大奉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琅琊王。蝼蚁，还不快跪下，俯首称臣！蝼蚁，还不快跪下，俯首称臣！俯首称臣。你可知道这琅琊令对我来说代表着什么？秦化龙，你敢抢琅琊令，找死！这琅琊令不过是我府中堆积如山、随手可丢的玩具罢了。秦化龙，找死！周沁雪，今日你与周家会如琅琊令一般，被挫骨扬灰。周家的荣华富贵，我周家的平步青云。秦化龙，你怎么敢？周小姐，琅琊令被这贼子所坏，世子若知今日情况，必定会再次赐下琅琊令。至于他们毁坏琅琊令暗律，诛杀九族，听你怎么诛我九族？秦化龙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嚣张？诸位，今日之事已经很明显了。此二人在大典之上冒充世子与特使大人，更是粉碎了琅琊令，未给琅琊王府一个交代。
我提议将此二人就地正法。南省张家复议，南省上官家复议，南省刘家复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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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议。来人，上狗头铡！狗头铡，我倒要看看今天的狗头铡铡的是谁的狗头。那你就给我好好看着！来人，把这两个孽障给我押到狗头铡下！琅琊王特使，南省总督到。琅琊王特使，南省总督到。刚才不乖乖让我铡了你的狗头，现在总督大人和特使大人到了，你们只会死得更难看。总督大人，特使大人，你们来了。听说有人冒充琅琊王与世子，扰乱龙腾大典，此二人何在？总督大人，就是这两个人，他们刚才还毁了琅琊令。座下何人，竟如此大胆？来人，将二人给我拿下，重刑伺候。江德川，你好大的官威！琅琊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起来吧！他们竟然是琅琊王和世子！不可能，他们一定是假的！放肆，胡言乱语，有眼无珠！琅琊王大人，世子大人，下属被这贱人所蒙骗，下属得罪了二位。来人，把这狗头铡给我搬走！不必了，既然这狗头铡在此，用这狗头铡铡了他的狗头。琅琊王大人，世子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琅琊王大人饶命！开闸！现在该处置你了。琅琊王大人，求求你，看在我华龙3年夫妻情分上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夫君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称呼我什么？夫君，称呼什么？夫君，称呼什么？世子殿下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能不能抛开一切？抛开！3年的屈辱，你说抛开就抛？周清雪，你以为就这几巴掌就能偿还你对我的亏欠吗？告诉你，今日你与周家的下场只有一个，就是被我挫骨扬灰。北方勇士们，做好准备！王庭殿下里应外合，攻陷南城。江德川听令，下官在。废除周家琅琊王附属世家身份，剥夺周家南城城主之位。周家周沁雪为庶民，是只得乞讨。是。周沁雪，你不是最喜欢高高在上的姿态？那我倒要看看，在你乞讨的时候，你会怎么保持你那副一股朝天的勇。华龙，求求你不要这样，我愿意给你端茶倒水，洗衣煮饭。现在我只是让你一无所有，你若是再敢纠缠，必将你粉身碎骨。登位！
龙儿，今日之后，你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琅琊王，大可龙游四海，吟啸9天。谢父王。琅琊王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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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狗屁琅琊王？什么？这又是谁啊？出此狂言，不怕被砍头啊！秦化龙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你这个位置还做不成。刚才收拾垃圾的时候倒是把你忘了。哼，季雪，事到如今，你该想好了吧？秦化龙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只要能把他像蛆虫一样碾死，我愿意加入北莽，嫁着就是南城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城主府亲卫听令，开城门，迎北莽入城。北莽勇士们，冲进南城，活捉琅琊王！走！走！周进玄，你竟敢勾结北莽入侵大凤！周进玄，竟敢勾结北莽入侵大凤！我有什么不敢？秦化龙，你以为你是世子，你就可以高高在上？你以为你是世子，就可以一言定我生死？你以为你是世子，就可以让我对你摇尾乞怜？现在，整个南城都已经被我北莽大军包围了，而我嫁给了他们的首领王权少爷，所以从此以后，这里的一切都听我的。秦化龙，你以为你能压得过我？在我面前，你不过是一条赖皮狗。叫来几条北莽狗，就让你如此自信？秦化龙，你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你可知今日带兵的是谁？是北莽战神托古雷。我可听说他战斗100场，100战9胜9胜，唯一败的那场是败在了镇北侯的手里。可如今镇北侯失踪，天下还有谁会是他的对手？小子，你敢骂我是狗？秦化龙，北莽战神发话，还不跪下求饶？手下败将，我说你是狗，你不服气？手下败将，谁不知道我北莽战神只败在过镇北侯手中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说托古雷是你的手下败将？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镇北侯。虽然我从未见过镇北侯，就败在他的手中。但镇北侯这号人物，我北莽早有猜测，绝对肯定就是英明神武的形象，怎么可能是你这种纨绔世子呢？你当我北蛮之人全都是蠢人吗？啊！你要是真的聪明，就应该跟狗一样，好好趴着。放肆！秦化龙，你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北莽战神，其罪当诛。就凭他，古雷，沁雪说什么你听见了吗？秦化龙，这次还得多感谢你，要不是你，这个千年老王八还不能来到南城。今日将你二人全部诛杀，大凤定将断一臂，到时候再无人阻拦我北莽。秦化龙，今日登位之日便是你的忌日。
就凭他。伤害真美好。铁蛋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呀？你爹娘死得早，你死了叫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父亲3年前镇守边关，在抵御北莽入侵时战死沙场。他跟我说过，家国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虽只是个孩童，亦有责。男儿何不带吴钩？收取关沙50州，请君赞上凌烟阁。若个书生万户侯，镇北侯在我心里是真正的大英雄。鸡蛋知道什么叫势单力薄，我来挡住他们。你快走，日后消灭北莽，为我报仇。小小年纪就读书把脑子给读傻，就这样还想保家卫国，难怪祖宗3代都是奴才。托古来，把这小畜生给我杀了！龙儿，我要磨练你的心智，在你听到龙吟声之前，必须忍耐，明白吗？托古来，把这小畜生给我杀了！爷爷，老奴才，你是想跟这小畜生一起死吗？死就死，我才不怕什么死！老奴今日才明白，我战死沙场，不仅仅是为了家人，先有国，后有家。今日老奴祖孙战死于此，死而无憾。说得好，北莽南夷犯我家园，今日就是死也要跟你拼命！无知蝼蚁，大胆狂言！还有谁？还有我！大拳秀腿，还有谁敢来送死？我来！你们大凤之人全都是垃圾！我今日就杀了你们！带兵攻进大凤！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！大凤灭不了，大凤灭不了！一寸山河一寸血，百万国民百万兵，国魂不灭，大凤永存！国魂不灭！国魂不灭！大凤永存！国魂不灭！大凤永存！国魂不灭！大凤永存！蝼蚁再多，也只是蝼蚁。蝼蚁敢反抗，那就踩死好了。功力这么强，难道你是镇北侯？景啸龙吟，终于到，你该死了！托古雷鲁莽无知，冒犯镇北侯，万请恕罪。我这就带兵返回北蛮。不必了，你自尽吧。自尽？镇北侯，既然我打不过你，但我托古雷也不是面团捏的。你当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现在该你们了。
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以后一定改。改？都改不了吃屎！改得了，一定改得了。周庆许，你通敌卖国，欺压百姓，没有机会。华龙夫君，行行好，你就看在我们夫妻感情3年的份上，我还没有成为人上人，我还没有权倾朝野。这些梦，你还是下地府去做吧。秦化龙，契雪已经答应嫁给我为妻，你不能杀她。你还有什么后手吗？后手倒是没有，但是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重要，老子是北莽五皇子。什么？他竟然是北莽五皇子？如今大凤是弱势，若真把他杀了，才算犯下滔天大祸。怕了吧？老子今天要是死在这里，我母亲将会发动100万大军踏平大凤。这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你背后的大凤承担得起吗？原来王权少爷既是北莽五皇子，我的眼光果然从来都没有错。秦化龙，你是琅琊王世子的身份又如何？在北莽五皇子的身份面前，不过是蝼蚁。今日就算你占了上风，又能把我们如何？秦化龙，让开道来，让我离开，否则等老子卷土重来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我操！一个北莽富贵点的狗而已，也敢在我面前狗吠？周庆许，你方才不是问我敢不敢把你们怎么样？报！镇北侯，北莽士兵大批在城门外，请您立即出兵。好，诸将听令，随我迎战北莽。是。就让你再活一会儿吧。父亲，您先返回帝都，向陛下汇报此事。待我杀了那些北莽的蝼蚁之后，再去找您。去吧。走。义父，华龙殿下刚接掌王位，就立下如此大功，皇上一定会大加封赏。您从今以后一定会高枕无忧。高枕无忧？那可未必。哼，侍卫何在？在。把他们给我立刻拿下。是。扫清！你们干什么？好大的狗胆！你们干什么？义父！希儿，快走！让我儿华龙！快走！一群废物，抓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回了帝都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小轩，我饶不了你！我跟你没完！去吧。是。还跪着做什么？起来吧。从今日起，这天下无人配让你跪。您是？殿下，在您面前的，就是坐拥100万大军、雄霸万里山河的北莽女帝，而您，就是她流落在外20余年的北莽长公主。我是北莽长公主？刚才被秦化龙杀死的王权少爷，岂不是我的亲哥哥？哼，我是北莽长公主，王权之超竟是我的亲哥哥。秦化龙，你杀我亲兄，辱我尊严。如今我贵为北莽公主，定要将你一刀刀活剐。放心吧，我此次来带来了北莽的100万大军，
一个小小的秦化龙，我随手便可碾死。至于秦振廷，如今大凤朝堂之上多半是我北莽的走狗，想要收拾他，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母后，收拾秦振廷，我想亲自去。他们如此对我，我要一刀刀扎回他的身上。他和秦化龙，我要让他们九争，求死不能。哼，秦振廷，你可知罪？王忠心爱国，何罪之有？何罪之有？你们父子二人得罪北莽，罪该万死。你儿子擅杀北莽五皇子，破坏两国关系，导致北莽大军压境，大凤恐有灭国危险，这是罪一。你儿子擅自调动军变，想用兵造反，这是罪二。你儿子擅自废免南城城主，更是杀了南省巡抚木法纪，这是罪三。有这三条罪状，你们父子二人罪该万死。不知鼠辈，信口雌黄。我儿杀北莽，诛国贼，平边疆，何罪之有？镇北侯威武！今天在此一战，北莽无力与我军对抗，大军已尽。好，李中听令，在，由你带队追杀剩余北莽将士。是，全体士兵跟我一起按师回朝。是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陛下，告诉父王。女儿化龙，罪该万死。你想凭一句话就洗清罪状？我儿杀北莽五皇子，是因为他带领军队侵犯我国，欺凌我国百姓，这有何罪？罢免南城城主，击杀南省巡抚，因他与北莽奸细勾结，你又要判何罪？我儿调动部队也是为了抵挡北莽，保家卫国，一定有何罪？北莽如豺狼，屈服只能让我国快速灭亡。只有我儿带领军队把他们彻底打趴下了，才能还我国安定。就凭你儿也配打趴北莽？哼，至少我儿敢出兵，像你这种软骨头不敢反抗，会下跪屈膝。任你在这里口若悬河也没有用。北莽大将军呼噜台带兵打到边关，也没要你的项上人。皇上，大军将至，唯有将琅琊王的人头献上，才能平息北莽的怨气啊！臣等附议。臣等附议。既然皇上不愿做决定，我来帮您。刽子手何在？把这个逆贼就地处决！我看谁敢！放开我！这个狗东西，竟然敢当着满朝文武和皇上的面对我动私刑！有何不敢？你早就投靠了北莽，投靠了北莽大将军呼噜台。看来你还不算太蠢，不过可惜呀，千秋万代之后，史书上只会记载你和你儿子秦化龙是导致大凤灭国的元凶，而我不仅有呼噜台大将军做后台，就连群臣和史书也掌握在我的手里。他妈咬死你！把他的狗头砍下来，给呼噜台大将军送过去。报！报告圣北侯，北莽大将军葫芦台已经伏诛，就是他的狗头。干得好！报。据可靠消息，北莽100万大军压境，众臣反叛，
吾皇已经被架空，他们要在乾清宫门口处死义父，来平息北莽的怒火。什么？全军听令，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帝都，请王救驾，护父王。住手！哎，还不给我退下！退下！宋爱卿，定罪论斩得讲证据，如今证据不足，没办法给琅琊王定罪，不如先将他关押起来，等到证据充足，再论斩也不迟。陛下，如今边关已被呼鲁台大将军带领北莽军队入侵，若不立刻处死他，胡大将军必定北上，直奔帝都而来。请陛下立刻处死秦振廷。不行，陛下，宋尚书莫要动气，陛下说的不无道理。未定罪就杀秦振廷，不符合法理。哦，在张尚书又该如何呀？当然是好言相劝。毕竟琅琊王是个听劝的。琅琊王，只要你替秦化龙认下谋逆之罪，帮我们夺回他的兵权，我们就留你一命。赵辉，你过来。我呸！你个叛徒！你还想夺我儿兵权？你做梦！老东西骨头硬得很呐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方法让你替秦化龙认罪。来人，老琅琊王年纪大，帮他好好松松筋骨。给我撒开疼啊！皇上轻点儿，皇上！宋清，你个王八蛋！琅琊王，你我同朝为官数年，看你受尽折磨，我真是于心不忍呐。要不你趁早把罪认了，也好免受皮肉之苦啊！你做梦！张尚书都说琅琊王是本朝骨头碎硬，看来这点强度还不足以让他认罪。琅琊王，大凤的刑具有上百种，这只是开胃小菜，要想少受点皮肉之苦，劝你还是早一点服软。只要你在这张认罪书上替秦化龙按下手印，就可以放你回家了。来人，升灵板！这个混账老糊涂，打100板子，让他清醒清醒！北莽畜生！我儿子回来以后是给我报仇的。我背后是北莽大将军，是他就算有命回来，能奈我何呀？报告镇北侯，这是北莽元帅舍尔木一伏诛，这是他的狗头。好，前面就是帝都，全体士兵随我一起称秦王。是。我劝你还是趁早替你认罪吧，不然你就算是有命活着，下半辈子也得在床上。不认罪，拿盐来。继续给我打！再不认罪，会活活弄死你！继续打，用点力！
够了！谁敢拦我，他是你的下场！够了！张辉、宋清，你真适可而止。特别时期特别手段，陛下如此袒护琅琊王，就不怕因此得罪北莽大元帅吗？宋清，你身为大凤臣子，却一口一个北莽大将军，简直恬不知耻！你别忘了，这大凤还是朕的大凤，大凤还没有亡国。陛下这是要撕破脸了！别忘了，北莽大将军的100万军们已经打到了国门之外，如果诺了，大凤可就真要亡国了。亡国就亡国，就算要亡，朕也有责任守护自己的臣民。琅琊王为我大凤兢兢业业30载，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。若任由你们欺辱下去，朕有何颜面面对大凤3万百姓？有何颜面面对为国征战在外的镇北侯？今日你们除非杀了朕，否则休想再伤琅琊王半分。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小小大凤皇帝还挺有骨气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是。你刚才说想杀琅琊王，就先杀你，是吗？你刚才说亡国便亡国，是吗？我母亲御驾亲征，你率100万大军压境。我身为北莽女帝的长女，只要你敢点头，我就可以替她成全你，让大军入境，掠杀你大凤百姓寸草不生。这个头，你敢答应吗？哼，秦振廷，想不到时隔不到1日，我们便又见面了。只是现在我们的身份已完全对换，而你的命握在了我的手里。你说我该怎么杀你，才能让我泄愤呢？你就是北莽的一条疯狗，值得你这么高兴？现在你还敢羞辱我？殿下，乾清宫就在前面。报告镇北王，北莽已被灭国，这是北莽女帝的狗头。好，北莽已灭，看那些狗贼还有何话敢说！父亲，我现在就去救您。秦振廷，我现在已经贵为北莽长公主，凭什么还敢用这种眼神？凭什么还敢羞辱我？秦振廷，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琅琊王吗？哼，不过是个阶下囚，你和秦化龙都终将成为任由我蹂躏玩弄的野狗。你为什么还敢笑我？你为什么还敢看不起我？你难道不知道你的狗命在我手里？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已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？没错，北莽长公主是千金之躯，在她面前，你和秦化龙只是蝼蚁。北莽长公主是北莽女帝的继承者，别说你比不了，就算是皇上，也得屈膝下跪。北莽，蝼蚁，蝼蚁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心挖出来，
扔到阴沟里去喂蝼蚁！不，看谁敢！父亲，秦化龙，父亲，孩儿来晚了，让您受苦了。没事，你回来了就好。你就知道我儿天下无敌，绝不会死在北莽那些蝼蚁手里。放心，父亲，北莽蝼蚁都已经被我解决。给爹报仇啊！周沁雪，你敢如此对我父亲，今日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秦化龙，就凭你也敢说解决了北莽大军？我看你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吧？是，你可以下去亲自问他们。秦化龙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！今天你要是敢动长公主跟我二人一根头发，不用女帝出手，就是我背后的大将军也能活活把你踩死！北莽大将军，是他吗？鲁台大将军，这怎么可能？倒要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踩死我？秦化龙，小胜一次算不了什么。就算没有呼鲁台大将军，北莽还有100万大军，身后还有大元帅赤耳木大将军。他若带军杀来，定将你粉身碎骨。北莽大元帅，他现在如何让我粉身碎骨？周清雪，你不妨猜猜，这最后一个包裹里会是谁的头颅呢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秦化龙，你少唬我！我母后生前有千军万马，你连见他的资格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被我说中了吧？说不出话了吧？就算你杀了我北莽的大将军大元帅，打退了我北莽的大军又如何？我北莽多的是将士，只要女帝还在，我北莽依然可以随时卷土重来。你早晚都得死！卷土重来？你不可能了，因为北莽已经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都没了！不错，你现在什么依仗都没了，也该死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北莽的长公主。北莽都没了，你这个狗屁长公主，也殉葬去吧。化龙，看在我们曾经做了3年夫妻的份上，我们之间只有家仇国恨，没有夫妻之情。化龙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给你们琅琊府当丫鬟、当仆人、当狗的不理。我琅琊王府没你这么贱的狗。那我就当蝼蚁，当蛆虫，当你脚下的泥。除了死，我什么都不用你做。周沁雪，还有你们，今日必死无疑！来人，将这2个叛国贼拖走，分尸。是。至于你这个毒妇，先拉下去，公布罪行，以及示众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不是最喜欢高高在上吗？那我便将你彻底拉入深渊，受尽万人唾骂。还有，
你不是最喜欢扇人巴掌？那我就命人将你铸成铜像，跪在帝都门口，遗臭万年。我愿以死谢罪。死戒你也配？来人，在，依令处刑。是。不要，不要！至于你们，依附奸党的狗贼，根本不配在朝为官，还不赶紧滚！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请您恕罪。不必多礼。大封江山，多亏有你啊！镇北侯，你灭北莽，安社稷，往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善之将倾，你的功绩，天下无人可比。朕要封你为一子并肩王，与朕共治江山。这玉玺，从此你我共用。陛下，恕臣不能接受。这是为何？因为封王非我意，但愿天下平。